嘿，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叉社新出的这一款惊破天。如今的叉社都不带说明书了，只有一张人物卡，配件有一兜替换表情包，还有一个发炮的特效键，使用了纯透明的硬材质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对于动画片里边的还原度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人形的身材比例特别的棒。侧面来看，这一款的背包竟然做的非常的扁平，并没有那种凸起来特别夸张的一个造型，而且从背后来看的一个造型处理，这一块的曲线过渡和背后紫色零件的盖住以后，对于动画片的还原度也是更上了一层楼。腿部这里的造型圆润的过渡，该堵的地方都用板件给你堵了起来，并没有发现什么透胶空洞的现象。另外还能把86大电影之后这种圆润的身材比例做出来，这个人形的效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表面的涂装质感做的特别的闪亮，带了一根领导模块的项链，上边的链子是合金材质，下边是塑料的，可以稍微的拉开一些。惊破天标志性的小胡子，面部的妆容刻画感觉还是可以的。脖子360度旋转，这里是球形关节，并且在根部做了一个拉伸，所以可以点头抬头，幅度非常的大。肩膀里边是一个合金的关节轴，平举90度，360度旋转没有问题。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，胳膊肘合金的双齿轮关节，曲臂的幅度还是挺大的。手腕左右旋转，下3指连在一起的可动手型。肩膀这里因为没有做齿轮关节，所以定位感并不是很好，再加上这个炮本身里边的合金零件非常的重，支撑起来的话，这条手臂就撑不太住了。腰部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，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，里边还是带齿轮限位的。侧裙甲从这个地方拉开，根部是一个双段关节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前踢齿轮关节，这个支撑力度没有什么问题。后踢能折到45度。侧抬打开裙甲，这个齿轮关节的支撑稳定性没有问题。大腿根部可以左右旋转，这个轴特别的紧。膝盖两段齿轮关节的弯曲，本身来说屈腿的幅度是非常大的，但是这一块会显得脱肉。脚踝左右有一定接地范围，脚尖变形的需要，这里可以旋转抬起来。下方这里全部都是合金的材质。人形到头顶25.5公分左右，可以说这一款人形处理的效果是相当棒的。那我们也是准备进入这一款的变形过程，但是叉社现在不带变形说明书，自家的视频号上面做了一个变形的视频，还遗漏到了最关键的一步，把肚子这一块掀开。这一步视频里边没有展示啊，其实如果不把它掀开的话，最后你是完全密合不住的。接着我们打开弯腰的关节，后裙甲翻折一圈，填放到这个凹槽里，再把它扣合。侧裙甲把它拉平，然后顺着这个环旋转90度，贴放到后边。注意根部这里有多段的活动关节，我们把它压到最扁，尽量的放到屁股蛋上，完全贴合好之后，大腿根部旋转90度，这一块的轴会特别的紧。因为是左右不对称的腿部设计，咱们就不镜像剪辑了。脚踝顺着这里的关节拉开，翻到后面，两边都腾出来空间。这一侧的腿顺着里边的插扣，根部的双段关节拉开，把这一块的脚架翻到下面去。下方的这一根双关节拉开，扣子锁住。注意在边缘的夹角处还有一个小边儿，把它翻起来。在这一块往回旋转的时候，注意整个的对折过来，用里边这个合金的扣子锁这个膝盖甲的边缘，这里进行定位，扣住。另外的一条腿从侧面这里上下拆开，拨松之后整个的打开，翻出里边包框子的零件，全部给它延展。不会折错的，它都是单方向旋转的轴，上边的这2块填平，然后我们根据根部的这一块旋转翻过来，这一块扣住。2条腿夹起来之后，注意把前方的这个边折开，翻转180度，然后把这个膝盖甲戳到另一条腿的凹槽里面，这样夹合一下。上方的这块盖子就可以扣下来，一大一小2个插扣，先把这里定个位，然后侧面这里还有一圈包过来，插扣再定位，下方这里通过根部的双段关节往里顶，侧面这里的插扣再定位，等于上下把它全部的咬合放在了一起。脚尖这样翻起来，顺着这一块的双段关节搓动一下，
压到底。整个压回去之后，注意三角形的角尖往里搓动，跟这一块的一个梯形的钩挂住边儿，锁一下。另外的一边角尖也折回来，双关节往里搓动。注意侧面这里的这个边缘现在卡着啊，把它稍微的立起来，就可以抬到最底下了。两只脚缩回去之后，我们把这一块旋转过来，左右对合，扣子插上，形成尾部的造型。上方这里双段关节折回来，注意根部这里的插扣，还有这个燕尾锁的一个先后搭放顺序。夹住，包好。侧面这里的三角区域合金零件锁回来。下方这里还有2个挡肉片，继续包回来，拱起。胳膊的变形很简单，先把拳头旋转90度，大拇指冲上，这一块片儿根部这里有一个拨开的地方，这里边是一个弹簧的轴，把它拉起来，旋转180度，翻转过来。贴放好之后，边缘的凹槽正好和大拇指的这个地方靠形状去固定一下。另外一边也是拳头转过来，拉起这一片，好。形状套合，胳膊处理好，继续拆开后背这2块紫色零件根部插扣的地方，然后左右稍微的往开掰一点点，头部往前让开里边插扣的点，中间的这一条整个90度拉下来，上边这2个先打开插扣，稍微的让出来一点点角度。根部的这一片其实就是背包的紫色零件，用了里外面来展现颜色的不同。顺着这里边的紫色双段关节往起提，提上来以后，根部的这个轴是一个滑槽，把它推下去，再双关节往里插，跟这一块的缝隙对齐，推下这个滑道，再往里拼合。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一块边旋转边放下来，侧面这里是有插扣的。跟前方的框子进行固定，翻到这一面，顺着下方这里抠开90度，把它立出去。在后方这里也是做了一个质量转换的形状改变，左右我们先打开，然后拧一个90度。注意在内侧这里还要翻起一个小的挡片，这里有一个挡肉的边儿，把它折出来。然后顺着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往起搓动，整个的提上去，搭住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儿的2个扣子再和下方这里进行结合，前后对上，捏住。垫完之后就可以完全的贴放在大腿上。后方这里会有2个小扣点，跟腿部边缘的这一块造型旋转正卡住。这地方算是一个挺关键的定位点，一定要把它插好，缩进去。下一步，咱们拉开肩膀上方这里锁着的地方，左右2个尖头卸松，然后肩膀这里前后插合有一个连接的扣子，把它掰开，左右掰松，稍微的往起翘一点边儿，这个地方有转轴。侧面的肋部顺着这里边整个的拉出来，注意在下方这里有一个三角的搭边锁。人形变形的时候插合回去，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置关系。拉的时候直接拆开，里边的 Z 字折叠全部盘开。在根部这里还有2个小的三角区，翻转放下来，就可以把前胸甲稍微让一下，顺着这里翻转180度。这也是变形开始之前为什么第一步就把这一块放进去啊？官方的视频就忘变了。如果你不把它折过来挡住面部的话，这一块是压不到底的，导致了后边一系列的扣子就绷不上了。2个履带腿延展开之后，侧面这里有一个竖条锁，翻过来把这里边所有的插扣都钉上，结合住就不会来回乱动了。履带侧面有一个扣子，把它插进去，然后边缘的这一圈翻折包过来，另一边也是锁上，然后翻折这个履带边包过来。下一步，身体的框架90度翻开，肩胛的这一块深灰色的造型拉起来，接着 Z 字边向下拉，根部这里又是可以旋转的，把这个大的扣子翻到前方来，
折回去，跟这一块的边缘进行咬合。另外一边同样的处理，双关节翻过来，在过程中进行旋转，对上这一块的扣子。肩膀轴这个时候就可以归位，注意侧面这里和白色的扣子进行结合，咬住。接着把这个拐弯的关节旋转到后方。整个的这一片再放回来，有非常多维度的扣子啊，侧面这里的挂钩，上方这里结合的插槽，另一边的肩膀这里的结合位置是同理，把这些环环相扣的锁定都放进去。这个位置还是建议抱在怀里仔细的调整，把它们都扣合到位。大臂后方的这一块零件，双关节就可以翻着过来插上，跟这里的扣子进行结合。大炮这里最后来处理一下，打开这边的锁扣，注意下方的一个运作关节让出来边缘，从这儿掏一下，顺着背面这里整个的钻过来，完全的延展开，上方的盖子左右翻开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弯折手臂的关节，把这一块翻到肚皮下方去。合金的这个轴套在脖子的白色零件上，前方按形状咬合，扣住，再拉动这一块翻上来，跟这里结合锁上。另外的一条手臂进行一个双抱拳的动作，中间这里有插扣结合。最后用这一块深灰色的边缘去锁袖口侧面的2个扣子，再进行加固结合。把这些全部搞定，炮管左右拆开，通过 Z 字关节延长，扣住根部的合金滑槽，再缩到底插上。整体来看吧，其实对于动画片里边大炮形态的这个还原度做的还是不错的，尤其厉害的是整个一体变形下来的感觉，把玩起来还是非常新颖的。下面这些合金的轮子滚动都是很丝滑的，所以它竟然是还可以推炮的。其实看整体的一个伪装形态完成效果，炮管 Z 字折叠拉出来以后，里边的涂装面和炮身整体的长度有增加，前方这里弧线的过渡，这些都是对于原著动画的一个很好致敬。上方的这个刺，其实在人形状态下背包处理的效果非常好，但是在炮型应该更粗壮更长一些。从这些角度来看似乎问题不大，但是翻到侧面和后面的时候，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2条胳膊是环抱在这里的，并且从下面看2个拳头就放在这儿，并没有做到很好的隐藏。腿部左右不对称式的包裹，这个最终完成的效果也是挺好看的。尤其从背后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块对于动画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。那么总体来说吧，叉社的这款惊破天在变形结构上边还是有所难度的，尤其在左右对合的时候，很多的插扣是环环相扣的锁定，你必须每一个变形到位，它最后才能包裹密合的完整。但是一体变形的炮管和不对称式的设计，也让惊破天这个角色的变形理念有了一个创新，加上这个开炮的特效键也更加魄力十足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叉社的惊破天设计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